海童失笑的道：“你总要让我进屋坐下喝杯水吧？”战维不好意思的笑，连忙请着嫂子进屋。进了屋，他又赶紧去给大嫂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恭敬的递过去：“大嫂，请喝水。”海童接过了那杯水，喝了半杯，放下杯子后，他说道：“若若主要是想了解你的家庭情况，我没有完全告诉他。你是战家七少爷这个身份，还是留给你告诉他吧。我又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说，还是想像你大哥以前那样隐瞒身份。我只告诉他你亲兄的三人，你是老三，按辈分算的话，你们这一辈共有兄弟9人，你排行第7，也说了咱们家的家风很好。其他的我就没有说，你考虑清楚，到底要不要说了，这个决定权在你的手里。”战维说道：“我没有想过隐瞒身份的。自从大哥隐瞒身份骗了大嫂那么久，大嫂知道真相后特别生气，差点就和大哥离婚。我们兄弟都汲取教训，面对自己真正喜欢的女孩子，不敢隐瞒身份的。不过兰若若没有问过我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别人不问，我总不能见了人就告诉对方，我是管城战家的七少爷吧？大嫂，我明天就告诉兰若若。”海童点头，这样最好，大家都能够坦诚，不要有所隐瞒。若是事事都喜欢藏着掖着，瞒着对方，那样的感情都不真诚，女方会心里打退堂鼓的。若若也跟我说了，她说她对你是有好感的，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们俩从死对头到爱上对方。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轻松，他也很实诚，不矫情造作，喜欢了就承认喜欢了，不会假装不知道。他也在纠结着你们俩的将来该怎么走才能系在一起，又能保住你们的事业。我跟他说，哪怕是同行，也不一定要成为死对头的，同行不也可以合作的。老七，大嫂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，其他的就靠你自己。不过大嫂相信你一定能抱得美人归的。两个人郎有情，妹有意，这种两情相悦的感情很容易就能在一起，会有个好结果的。他回到管城后，就跟二叔二婶说，可以先备好彩礼，等战维以后求婚成功，就能马上送彩礼过去。万事俱备，就等战维追妻到手这股东风的了。谢谢大嫂，就这样已经足够了。追妻我自己来，不用帮忙。我和兰若若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我来阳城发展个人事业，最先认识的就是她了。与她交手数年，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对方。她恼我的时候也会欣赏我，同样我也是那样子。两个人可以说是相杀相爱。大嫂，很晚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送你们去机场坐飞机，我上午不回公司了。大嫂带着2个小孩子，又有行李箱，虽说还有保姆和保镖跟着，战维也不放心，不亲自送大嫂去机场，大哥知道了会骂死他。不说大哥，就是他的父母都会骂他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海童起身上楼去，回到房里，看到女儿熟睡的小脸，海童心头柔软，俯下身去，在女儿稚嫩的小脸上亲了亲。妈妈，贝贝忽然叫了一声妈妈。妈妈在呢。海童以为女儿醒了，一看小家伙还在睡，可能是做梦了吧，做梦都在叫妈妈，想必是因为他出门不带女儿，小家伙就记挂着妈妈，这不做梦了都还在叫妈妈。海童爱怜地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再次俯下身去亲了亲女儿的小脸，然后又去了隔壁的房间，看过儿子才回到房里洗洗睡了。都深更半夜了，她也不好打扰丈夫休息，便没有再发信息给战印。隔天一早，海童是被女儿的动作弄醒的，小家伙醒来看到妈妈在身边了，很开心的就自己往妈妈的怀里钻，小脑袋在妈妈的怀里拱来拱去的，海童不就醒了。贝贝，海童拥住了女儿的小身子。妈妈，想妈妈？贝贝诉说她想妈妈了。
昨晚妈妈撇下他和哥哥出去玩，都不带他。他要睡了，也不见妈妈回来。他想喝奶粉，妈妈都还没有回来，他急得直哭。七叔抱着他和爸爸通了视频，在爸爸的安抚下，他就自己拿着奶瓶喝奶粉。喝了奶粉他就睡着了。妈妈也想贝贝，昨晚妈妈是有点事要出去，不能带你和哥哥，不是妈妈不要你和哥哥。贝贝，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和哥哥的，绝对不会不要你和哥哥的。海童坐起来，也将女儿抱起来。小家伙窝在妈妈的怀里好一会儿，才坐正身体。妈妈帮贝贝换衣服哦，咱们今天要回去了。爸爸到时候会在机场等着我们呢。想爸爸，贝贝又说想爸爸了。然后他自己滑下床，自己走去找到他的衣服，拿了一条简约风的小裙子过来，让妈妈帮他换衣服，他要穿小裙子。海童抱起他，让他站在床上，帮他脱下小睡，一边帮他换上小裙子边问：贝贝怎么选了这条裙子？妈妈，是妈妈买的是不是？妈妈都忘记是谁买的了，你的衣服实在太多。海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，他是给女儿买过衣服，但不记得哪些衣服是他买的了，主要是小丫头的衣服比他这个当妈的还要多。战家几代人才盼到的一个掌上明珠，个个都喜欢给他买很多漂亮的小裙子，亲戚朋友们也喜欢给贝贝送漂亮的小衣服，一人送一套都能收到几十套，更何况大家一送都是几套几套送的。海童叫大家不要送那么多衣服，贝贝穿不完，很多婴儿时期的衣服贝贝都没有穿过，他已经会走路，那些衣服就不合穿了。小孩子大得快，就不用买太多的衣服，因为要经常买新的。喜欢妈妈。海童的心呀，软成一滩春水。他帮女儿换好衣服后，一把抱女儿入怀，宠溺地说道：妈妈也喜欢贝贝。哥哥。贝贝表达能力有限，他想去找哥哥，但还无法用言语表达完整。他只要说哥哥，妈妈会明白他的意思。海童说道：咱们先将东西收拾好，然后再去叫哥哥起来，要不贝贝自己去叫哥哥起来好不好？贝贝点了点头。海童便抱着女儿走到房门口，帮女儿开了房门，就放女儿下地，让小丫头去拍她哥哥的房门，他则回房里继续收拾。很多东西昨天傍晚就收拾好了，现在也就是将女儿昨晚还在玩的玩具收起来。哦，还要先冲好奶粉，为了女儿才能将奶粉和奶瓶收起来。贝贝在哥哥的房门口不停地拍着门，边拍门边叫喊：哥哥，哥哥。战牧尘是个耳朵尖的人，睡梦中听到拍门声以及妹妹的叫喊，他马上就醒转，人还有点晕乎乎的。他已经下床跑去开门了。哥哥。房门一开，贝贝就扑到哥哥的脚下，两手搂抱住哥哥的小腿。贝贝。战牧尘弯腰抱起了妹妹，扭身往回走。他将妹妹放坐在床上，他跟着又趴在床上，还有点困呢。小丫头却爬到了哥哥的后背，整个人趴在哥哥的后背上。战牧尘不动，任由妹妹趴在他的后背上。好一会儿，战牧尘小心地扶住妹妹，再拉妹妹躺下，他才敢翻身问妹妹：妈妈起来了吗？回家。想爸爸。贝贝说要回家了，他想爸爸。战牧尘立即坐起来：贝贝，你在哥哥的床上玩一会儿，哥哥去换衣服，然后收拾哥哥的东西。听妈妈说，我们是一大早就要去机场的。贝贝懂事的点头。战牧尘以最快的速度换过衣服，又洗脸刷牙，然后火急火燎地收拾他的玩具，将所有东西都塞进了他的小行李箱里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战维站在房门口，敲过门后，引起了两个孩子的注意。他才问：宝宝，七叔可以进去吗？七叔，你进来吧，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了。战维边进来边笑道：
七叔还想过来帮你收拾收拾呢。你已经收拾好了呀，不错，宝宝值得表扬。爸爸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不用七叔帮忙。宝宝真棒，今天七叔特意休息半天，送你们去机场，也亲自下厨做了早餐。咱们先下楼用过早餐，再出发去机场吧。谢谢七叔。谢谢七叔。贝贝学着哥哥向七叔道谢。战维抱起了小宝贝，七叔都舍不得你们俩回去呢。战牧尘说道，那我和妹妹留在这里陪七叔，我妈妈先回去，妈妈要上班。战维，贝贝会想妈妈，还是让你们跟妈妈回去吧。战牧尘一边拖着自己的小行李箱往外面走，一边吐槽地道，就知道七叔不是真心的，嘴上说着舍不得我们，实际上巴不得我们赶紧滚蛋。宝宝，你怎么能这样想七叔呢？七叔可没有巴不得你们赶紧滚蛋的。战维边说边笑，七叔都笑了，被我说中了。我知道七叔很忙，还要去讨我未来七婶的欢心。我和妹妹留在这里，七叔就没有时间去讨七婶的欢心了。七叔，你老实说，你巴不得我们回去，我们也不会生气的。你们大人都要上班，不像我们小孩子有寒暑假，我们能理解的。不用说那些假惺惺的话来哄骗我们。战维被侄儿说的哑口无言，半晌，他伸手揉一揉侄儿的头，说道：宝宝，你才6岁，太聪明了，可不好呀。我要是个笨蛋，你们又会嫌弃我笨的。你们大人就是随时都会变一时一个样。战维哑口，不愧是他们战家下一代的接班人，小小年纪，头脑聪明，说话条理清晰，嘴巴也能说会道的，比大哥好太多了。真正的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海童已经在楼下，有战维在，他也不用去分心管2个孩子。看到叔侄3人下楼，海童自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等儿子进前了，接过儿子的小行李箱，问道：东西都收拾了吗？可有检查过？有没有漏的？妈妈，我都收拾好了，也检查过2遍，确定没有东西落下的。战维说道：真有东西落下了也没事，下次我回去给你们带回去。大嫂，先去吃早餐吧，车子都在外面等着的了。海童将儿子的小行李箱放到自己的行李箱旁边，让管家帮忙把2个行李箱带出去，放上车，免得一会儿匆匆出门忘记了。刚吃完早餐，海童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商小飞打来的。海童接听了小飞的电话：彤彤，你母子3个是今天从阳城回来吗？几点的飞机？大概几点到机场？是今天回去10点0几分的飞机，大概要下午1点多才能到管城。怎么了？商小飞说道：没什么，我在外地出差，也是今天回管城，一会儿就要去机场了。想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到管城，咱俩一起回去。怪想我贝贝的了，都有10天半个月没有抱过贝贝了，可想他。是战印过来接你们吗？要是战印过来接机，那我到了就自己回去，不等你们，不当电灯泡。海童笑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电灯泡，他是会在机场等着我们，你不用等我们了，到了就回去吧，居然和孩子也等着你呢。我回去了，你也休息几天，陪陪你老公和儿子。3个当老板的就轮流休几天假了，他不能太自私的只顾着自己休息，让2个好友累死累活。行，那我到了之后就先回去，今晚咱们大家一起吃饭聚一聚吧，去你们家老宅那边，免得战奶奶怪我们有热闹不叫她老人家。商小飞对于老太太那是非常的了解，有热闹缺了老太太，老太太会骂死他们的。海童没有意见，我等会儿跟小军说一说，叫他晚上带上孩子过去，大家热闹热闹，保管战奶奶笑咧嘴。好，行，那我先赶飞机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商小飞匆匆挂了电话，他一如以往总是风风火火的。